尽管这时候整个 iQOO 出来确实是比较隔色，但只要你稍微放眼望一望，应该不难发现咱这摊精神状态从来就没好过，啥时候掏都不意外，盘就完了。iQOO 12系列上手第一感觉远比图片得劲儿多，品质感显著提升，夸张点形容可以说是有点精致的，根本不像 iQOO 手机。古典主义的双面双曲 Pro 版自无需多言，标准版为例，简洁流畅，整体感强。往期那种隐隐的总是不上不下的感觉一扫而光。个人观点，即使对标小米14 Pro， 做工也毫不逊色，甚至单论设计上的处理，可能还更加连贯协调。起码哥们大归大，方归方，但好歹不硌手啊。同时最多205克的重量也飘散的几丝轻盈。当然要说紧凑性嘛，相较之下肯定还是小米整的行。正统旗舰中排除那些方砖序列，恐怕本次iQOO 12这体格子放到现在也就站在华为旁边还能称得上精悍瘦削了。全系保留红外好屏，只是位置仍然在传统的机身顶部，实际使用当中注定没有挪到了背面的小米舒服。进入机身的光照度停留在上个代机，按键也有点迷，尤其是标准版这么宽的机身，按键搞这么窄干啥呢？同时回馈手感也比较廉价，很难说具备正统旗舰水平，和 Redmi K70 Pro 倒是不相上下。这哥们本次的精华全部集中在了背面，仿佛随时要开始施法吟唱的那种。其实不单是点光源，所有反射可能皆为一时六虚，画面中没太拍出来，实际在手是比较梦幻缥缈的，甚至还颇有几分纵深。不知道 iQOO 这种晶莹的白和小米的纯粹直白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呢？主色模组尽管一方一圆的形态莫名致敬了一波小米 logo， 但不得不说，这个受到传说中鹦鹉螺号启迪的万里舷窗绝对称得上是本次的点睛之笔，设计相当精湛，跳出常见固有思维的同时，也没有掉入过分争奇斗艳的俗套，一眼忘不掉，又不致令人不好意思往外掏。虽然放在这儿与偏好秩序的人类本性相悖，或许不符合你的喜好，可这也无法否认它足够的简约自然不招摇，附带柔化了整机线条，降低横屏干扰，加上 2.5D 玻璃金属装饰件与背板的融合恰到好处，相较之下甚至会让小米14 Pro 的演绎突然就显得好像有点粗暴了。好了，所以你喜欢本次 iQOO 12系列的设计吗？你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同样得益于终于去掉了塑料支架，iQOO 12屏幕黑边观感远比之前要窄得多。这是 Pro 版和本代机的这些直屏相比嘛，除了手感就毫无优势可言了。要不怎么说古典主义呢？抠抠搜搜的指纹识别，单手相对更难掌控的标准版依旧无源超声波，两者位置几乎差了一倍。可能毕竟悄咪咪干掉了屏幕双去压感，所以真痛也不扯什么双马达了。全系统一小米14 Pro 同款1016，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形的缘故，实际使用中标准与 Pro 之间震感略有差异。个人觉得标准版的呈现实际在手或许更好一点，我们简单感受下。技术传输稳当的还是 USB 2.0， 小文件区别不明显，但大文件嘛就肯定得费点劲了。战鼓大师外放，雷总来了都得惊呼命名，属实是内行，做梦都没想到还能这么叫是吧？美中不足，吹了半天只有 Pro 版才有，另外实际效果也并没有名字来的那么霸气。个人觉得与小米14 Pro 几乎是一样的，标准版则弱一些。考虑到结论已经说完了，为了诱骗诸位好歹听一听，咱再加个史诗级变量，你猜这四位放到一起会是个什么结果呢？影像方面 iQOO 12标准版与 Pro 完全一致，这里我就直接选标准版了。参考小米14 Pro 原版 OV50H 大战定制版光影老猎人，我们简单瞧一瞧。需要说明的是，一如小米的徕卡有2个滤镜模式， iQOO 也提供了鲜艳、质感、自然3个选择，为方便对比，也希望尽量能全面点吧。接下来咱就每个场景一家各2张。光线较好条件下，只能说是一拍一个不吱声，再拍鸦雀无声，很难讲 iQOO 完全没有 cosplay 的意图。部分场景中基本就是鲜艳对应徕卡生动，质感对应徕卡经典。除了小米无极光圈怼光源能整出个星芒之外，我觉得恐怕就没啥太实质性的区别。硬要挑出点来解析力实为相近的前提下， iQOO 锐化还是会多一些，不比小米那么的像胶片。小米尤其徕卡经典模式边缘的模糊效果也可以说是很传神了。当然总体而言 iQOO 还是保有自己原本的理解，色彩抓眼为主，而不是像小米一样着重追求复古的人文韵味。说白了里外里区别
就是个滤镜，孰优孰劣，全凭诸位个人喜好了。三倍位置 iQOO 的 OA6B 与小米 GN1 和主摄情况比较相似，只是此时两位滤镜的色彩质感都稍稍更明显一点。个人可能倾向于小米这边自然柔和一些 ，iQOO 则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尤其质感模式比较容易触发 BBC 的味道，10倍没啥可说的，肯定是潜望更强嘛。至于色彩其实没啥准稿，比如这张小米几乎是绝了，疯狂卖味儿，但是这张好像又是 iQOO 更带感，色彩压得很实，超广角两位记录的信息几乎完全一致，区别还是只有这个滤镜。不过确实，我觉得小米这边此时要容易出片的多，对比之下这几张拍的让人有种翻家里老相册的感觉。我都快梦回童年了。夜景模式大致可以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极限弱光，色彩影响没有那么明显，除小米可能会压得略暗一丢，以及 iQOO 锐化更多之外，不论纯净度、解析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方面，个人觉得均未构成实质差异。随亮度增加来到第二种，此时 iQOO 仍旧维持暗夜之眼状态，但小米极易陷入乌漆麻黑，主打就是个氛围，全看你喜欢哪种风格。如果再亮一些，第三种毫无疑问小米主战场，或许这么左右对比着看，不也还是就暗了点嘛？但如果你用手遮住一半屏幕仔细观瞧，并想象所处环境，只要不是屏幕偏色太多，那肯定是小米这边更具真实质感。iQOO 画风有点矫枉过正。但是可有一点，哥们抗鬼影的能力是要优于小米14 Pro 的，简单了解。最后超广角也比较有意思 ，iQOO 会稍微带点绿，不知道是不是歪打正着，反正隐约整出些电影级的感觉。屏幕部分尽管各俩一个 2K 分辨率三星，一个 1.5K 维信诺，但实际在手很难说有什么显著区别，肉眼观感都是一样的清晰锐利。只是往斯里扣 Pro 版的确更加通透自然，标准版略微差点意思。不过但凡转换视角，很快你就会发现标准版的维信诺也绝非一无是处。伴随倾斜角度的增加 ，Pro 版屏幕中红色的亮度下降幅度与速度远超蓝色和绿色，整体将呈现明显的蓝绿状态。虽然标准版多少也有些红蓝，可现场实际看起来却要比 Pro 版强太多。但是此处相对最强的还是小米14 Pro 的华星 C8， 大视角下三色明显更加的均衡。蓝光方面，暗光10尼特屏幕亮度，默认模式下实测光谱不论标准版还是 Pro 版，蓝光峰值均在457纳米左右，避开了所谓有害的455。不过总体比例 Pro 版稍微好一点，当然这玩意儿因为变量爆炸，且横速你也不可能测完每颗像素，所以随便看看就行。面积是越小越好，但注意结合左侧括号里的峰值位置，那个正好相反，是越大越好。也就是严格讲，这里谁比较强呢？其实是 Redmi K70 Pro。调光频闪也改了改，毕竟频闪效应可视度已经莫名彻底炒上了神坛，再提别的茬显得有点怪怪的，所以入乡随俗 SOM 为主。正好我也省点事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说的是啥，仍有必要再插一嘴。画面中场景为例，假设屏幕为光源，当你随便找个窄溜的东西，手指头也行，贴近屏幕以不低于4米每秒的速度晃动，一如模拟所见，标准版产生的虚像为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物体结果3个影，对吧？如果此刻你手里拿的就是本款或者是没办法更合适的 iPhone， 那么可以调暗屏幕试一下，大概率会看到它。而 SOM 数值基本讲的就是这个概率，具体是多少？当然，由于本身是用来测灯泡的，且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研究证明可以套在屏幕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图一乐。实测 Pro 版高亮720赫兹调光，第一亮50尼特附近开始1440，带了个模拟第7开关。标准版高亮360赫兹调光，第一亮80尼特左右即开始2160。需要说明的是，它这个2160赫兹其实是45入得出来的，叫2150或者2160都可以，看你心情。此外，最近在开发者模式当中还更新了一个全高频调光，打开后不论亮度几何都将始终维持在2160赫兹，只提升几乎全在比较亮的时候 SOM 能直接干到 0.2 以下，可暗的时候区别并不大，且多少是有点费电以及削弱显示效果，除非对此极其的敏感，否则貌似不是很有开启的必要。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升级 Pro 版，这玩意儿默认就挺强是吧？暗光灰阶大战小米全家桶，最惨的是 Redmi， 最好的依然是 iQOO 12 Pro。亮度方面，标准版手动平均最大亮度626尼特，激发平均1414 ，Pro 版手动621，激发基本就是1600尼特。各俩总体表现实为暴躁，非常的亮，尤其 Pro 版属于是又亮又匀称，确实不俗。甚至 HDR 窗口手动器给到了将近2400尼特，若不是有标准版兜着，我都怀疑是不是某种奇怪的 bug， 属实是太亮了。色彩方面，因为系统中并没有提供准确的单独 P3 模式，只能在标准模式下进行自适应，所以也不比 sRGB 那么的生猛。如果想要准一点，可以手动叠加暖色设置。总体各俩的sRGB 非常的准的像 iPhone 一样 ，P3 平均色彩偏离则相对弱点。触控采样率各俩系统 UI 下同为130赫兹，游戏中 Pro 版最高300，不过标准版能达到310赫兹，微微高一点点。设置拉满跟数度实测，两者未见显著差异。跑分还是有兴趣就暂停瞅一瞅，没兴趣直接跳过。25摄氏度室温 3D Mark 烤机 ，iQOO 本次毫不意外的仍旧走了常规旗舰路线，相较 Redmi 会显得有点保守。双版本同样都是在 CPU 75摄氏度、GPU 90摄氏度左右开始降频降输出，最终连带机身表面温度在内几无二致，非常的相似。不过如果往死里抠，一定要分个先后的话，个人认为是标准版略微更强。看来宽大的机身怎么都还是能捡点便宜的。
游戏方面，毕竟本次 iQOO 告别 vivo 的 V 系列影像芯片，转为自研电竞芯片 Q1， 那大概其能做到什么程度，自然得先瞧一瞧。优点给我最大感受是明显针对性更强了，可能是自打 iQOO 有双芯补帧这个事儿以来体验最好的一次。众所周知，通常都是在独立芯片能直接分担压力的优化功耗补帧模式下，容易导致画质下降。但 iQOO 这把可以说是非常的轻微，只有动态时隐约能察觉一点，静态则肉眼几乎看不出来。而以往快速转动画面时延迟导致的诡异撕裂或者重影模糊等现象也已基本消除。再就是补帧时的触控延迟，相比从前同样是强很多，感觉上远没有那么的肉了。更不用说原神下的超分超帧并发，甚至 2K 分辨率渲染时都有了相当的可用性，还是很秀的。缺点，哥们儿现在的补帧模式看似简单，实际却有些复杂，几乎每款游戏中的支持度都不一样。以上4款游戏为例，王者是优化功耗补帧，和平精英与原神为提升帧率，星铁同时提供了2种，但也唯有星铁突然又没有拳法当中所主打的超分超帧并发了。其中支持超分的几个也不用高兴太早，因为超分方式并不相同，只有原神中可以将渲染分辨率提升到最高与屏幕点对点，但王者荣耀与和平精英依然仅是全局锐化，严格讲也就算是滤镜的那种，直接成为超分恐怕不咋贴切。何况实际来说，这个锐化好像也没能对冲补帧时的画质下降，所以总体真超分超帧的覆盖范围其实比较有限。游戏实测本期开始环境温度改为32度、25度，没啥必要了。半小时120帧极致画质王者，这局除了小米44 Pro 在最后10分钟进入了降帧状态，其余几位广义而言区别不大。不过严格来讲嘛，iQOO 俩属于完胜，1 low 更加流畅，平均功耗更低，温度也更低。尤其 iQOO 12标准版甚至只用了不到 3.5 瓦，最终周深5面最热点平均温度也仅为41.3摄氏度，比小米14 Pro 或者 Redmi K70 Pro 低了2度左右。60帧最高画质原神，30摄氏度环境温度的确还是对几位朋友造成了一定压力。40-50帧跑成趟的平均帧率看的是半斤八两，但注意1 low 的差距。iQOO 12标准版为例，即使在这最差的1%时间里，换算过来也有27帧，几乎是小米14的3倍，14 Pro 的2.4倍，以及 Redmi K70 Pro 的2倍，横竖都是更加流畅。此外，平均功耗多了 0.2 瓦到 0.3 瓦的基础上，你还不能说它有多热，毕竟5面最热点平均也就跟小米14 Pro 差了 0.04 摄氏度，调校确实有点东西。不过当然你会发现这哥们儿主要是热在了正面，相较之下难免会更烫大拇指。至于提升帧率补帧模式，默认 720P 能坚持个48分钟左右，插帧144看一下，平均 106.8帧，平均功耗大致增加了 0.2 瓦，但温度几乎是与之前持平的。星穹铁道和原神情况类似，甚至顺序都没变，还是 iQOO 12最流畅。不过这里确实有点热起来了，是吧？哥俩正面都已经干到47了，但是不要忘了星铁还可以开启优化功耗补帧，这玩意一开可就牛逼了。虽然难免仍存定帧卡顿，但是原地变成平均 58.2 帧，外带功耗暴降 27.6%， 仅为不到 4.2 瓦，且周深最热点平均温度咣当只剩42摄氏度，很难说一点都不香吧。重点是注意这个帧率曲线，是有不少掉帧的时候。然而30摄氏度环境下，这半小时里它可始终没有失效啊，咋说呢？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充电方面，哥俩同为27分钟，只是因为 Pro 版多了100毫安，所以前5分钟充电以及实际平均功率都要比标准版略强一点。好了，没有了。今天可以说是凝练的我自己都蒙圈，感觉费老劲了，居然才这么点市场。总体看起来，本代iQOO妥妥又向常规旗舰方向全方位的出溜了一大截，进步其实挺大的。甚至假如抛开生态部分，使劲用1代的时间够到2024爆款米44系列位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看成本是否兜得住。至于说只配比 Redmi， 那纯属扯犊子，肯定是屈才了，位置比这要高。双版本中，标准版毫无疑问主打性价比，游戏体验更好 ，Pro 版则在影音、防水、指纹识别、无线充电等板块略高一筹。所以你到底买哪个了？实际用起来又是如何呢？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给正在纠结的铁铁们最真实的参考。你可以拳拳到肉，招招飙血，专挑蛋疼的部分来，绝对功德一件。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订阅、点赞、转发、收藏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